林雨大哥，见到此人，莫说其他人，就连欧阳狂飞也是目露意外。欧阳狂飞，你是没见过女人吗？那种货色也值得你献殷勤？欧阳林雨鄙夷的看着欧阳狂飞。林雨大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这里，欧阳狂飞还想解释，可龙成宇则是暴怒不已，放你娘的屁，把你的臭嘴闭上。说话间，龙成宇更是散发出了他那一品真神的气息。他不是吓唬人，是真的打算动手了。尤其是为了帮助欧阳天族这些人，楚风和小鱼儿变成那个样子之后，他无法忍受欧阳天族的人冷嘲热讽。轰！可下一刻，龙成宇竟直接趴在了海面之上，是三品真神的威压从天而降，压制住了龙成宇。那威压来自欧阳凌雨。你找死！见有人对弟弟出手，龙木西也是暴怒，手段用尽，其修为从一品真神来到四品真神，娇躯一纵，拳头直奔欧阳凌雨面门而去。可四品真神的拳头却被欧阳随手抓住。此刻，龙木西也是不由一愣，只见欧阳凌雨额头之上雷纹闪烁，周身雷霆铠甲缠绕，其修为已是来到五品真神。庆幸你是女人，不然你已经死了。欧阳凌雨说话间便将龙木西甩了出去，但同时却也收起了压制龙成宇的威压，似是没有继续难为龙成宇的打算。但台阶上方却传来了小鱼儿的声音：你是要找麻烦吗？尽管小鱼儿此刻状态极差，但那双美眸之中却极具寒意。不过欧阳凌雨讽刺一笑，根本没将小鱼儿放在眼中，反而是四下看了看。那个楚风在哪？欧阳凌雨问。凌雨大哥，我们能走到这，多亏了楚风和这位姑娘。欧阳狂飞上前道：告诉我楚风在哪？欧阳凌雨再度开口，带着威胁之意。欧阳狂飞没说话，欧阳凌雨便看向了其他早就在这里的欧阳天族小辈，那些人显然更怕他，便将目光投向了小鱼儿旁边那被气焰包裹的球体。哎呦，知道我来，躲起来了。欧阳凌雨讽刺的道：你敢动他，我杀了你。小鱼儿目露杀意，他很清楚，当他来到顶层的时候，考验的力量便已消散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上来。别紧张，我只是听闻欧阳狂飞败给了楚风，倒是想领教一下他的实力。不过我也听闻欧阳狂飞也败给了你，这样你也好，楚风也好，来与我比一次，只要能够赢我，这个就给你们。欧阳凌雨说话间，一把神兵出现在了手中。没兴趣。小鱼儿冷冷的道。欧阳凌雨将神兵收起，旋即手腕一转，一个卷轴出现掌心。这个呢，那是神境武技一段贫穷。小鱼儿鄙夷的道。呵。欧阳凌雨嘴角一撇，将这卷轴收起，随后手腕一转，又是一个卷轴出现掌心。凌雨大哥，你看到这个卷轴，欧阳狂飞以及欧阳天族一众小辈皆是脸色大变。那卷轴上面写着三段神技，雷伐降临，此乃我欧阳天族初代族长所创，是我欧阳天族镇族至宝，唯有天级血脉拥有者才能修炼的三段神技。我知道那楚风是天级血脉者，我看你对他挺在意，那你就不想帮他赢得这一本专门为天级血脉者打造的神境武技吗？欧阳凌雨此话一出，欧阳狂飞则是赶忙开口：凌雨大哥，不可呀，那可是我族。闭嘴！欧阳凌雨剑眉倒竖，欧阳狂飞也是不敢开口。别怕，我看你受伤了，会让着你，也会点到为止。欧阳凌雨手握三段神境，对小鱼儿说道。小鱼儿忽然身形一纵，竟从高台一跃而下。姑娘，不可，你现在身体太差了。欧阳狂飞走上前去，然而还未靠近小鱼儿，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开，是欧阳凌雨。欧阳狂飞，你别碍事。欧阳凌雨恶狠狠地看了欧阳狂飞一眼，你若食言，我会杀了你。小鱼儿对欧阳凌雨说道。欧阳凌雨将那卷轴放入怀中，旋即挑衅地拍了拍卷轴所在的位置，就在这里，有本事就来拿。唰！下一刻，小鱼儿掌心出现神兵长剑，神兵长剑出现之时，武力涌入神兵，对着欧阳凌雨一指，一道剑光直奔欧阳凌雨而去。欧阳凌雨不敢怠慢，一边后退，一边亮出一把神兵大刀进行抵挡，甚至运用武技融入神兵大刀之中。可当剑光落在神兵大刀之时，他还是手掌剧烈一颤，大刀后退，刀背竟重重地撞击在了他的胸口。此刻欧阳凌雨眉头微皱，他意识到眼前的女子很强，战力极其惊人。刷刷刷！可此刻眼前光芒刺眼，定睛望去，无数道剑光如暴雨一般正面袭来。欧阳凌雨只觉头皮发麻，脚下浮现雷霆，那雷霆快速游走，一看就蕴藏较强的速度，那是他所修炼的强大秘技。凭借此秘技，欧阳凌雨快速躲闪，实在躲闪不开的，凭借手中神兵大刀也能抵挡。他知道如此强大的武技，对方也不可能接连释放，他想等到对方这道武技停止，准备施展下一道武技的空档，便是他反击的最好时机。可忽然虚空之上传来一声咆哮，抬头望去，竟是一条双眼血红的巨鱼虚影，虽然是鱼的形态，可看上去霸气非凡，以遮天蔽日之姿浮现在上方的黑色气焰之中。
当他抬头观望之际，那鱼嘴巴张开，汹涌的潮水奔腾而下，而那水中蕴藏着的是极强的杀伤之力，那是神境武技。眼见如此，欧阳凌雨摸向了掌心的一枚戒指，戒指刚刚浮现光芒，水花四溅，欧阳凌雨已被那潮水吞噬。此刻小鱼儿嘴角已是渗血，但连擦的功夫都没有，而是凝重的看着欧阳凌雨所在的方位。唰！忽然，小鱼儿下方的水浪掀起，只见欧阳凌雨手握神兵大刀，自下方直奔小鱼儿刺来。如此近距离，小鱼儿只能闪躲，可欧阳凌雨不仅手中的神兵大刀，浑身上下都蕴藏着强大的武力，他的速度、战力此刻皆是大增。一击不成，攻击再至，只见其手中的大刀化作无数刀影，将小鱼儿覆盖其中。小鱼儿只能不断躲闪，但小鱼儿还是注意到欧阳凌雨手指上的戒指不见了。他知道欧阳凌雨是凭借至宝脱身的，不过小鱼儿丝毫不慌，而是躲闪之际不停地观察欧阳凌雨的动作。很快，小鱼儿寻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小鱼儿不再闪躲，反而握紧神兵长剑，身形旋转之际向上去挡。枪刀剑交织，火花与涟漪同时喷溅，但小鱼儿转身之际已是出脚，刀剑碰撞，此脚已至，砰的一声便踹在了欧阳凌雨的腹部。强大的力道不仅将欧阳凌雨踹飞而去，小鱼儿手中神兵掌剑光芒浮现，对着欧阳凌雨再度刺去。轰！这一刻，一把宽达千米的巨剑虚影浮现，不仅巨大，速度更是极快。此剑一出，虚空气焰，下方海水同时被剑气切割开来。妈的！欧阳凌雨怒骂一声，不再闪躲。这一击他已是闪躲不开，此乃二段神境。可当那巨剑来到其面前，竟四分五裂，接连自其周身散去，他却毫发无损。是欧阳凌雨的身上出现了金色的光芒，那光芒夹带符咒，将他护住，蕴藏坚不可摧的力量。使用宝物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尽管对方交手迅速，可此时龙成宇也看得出，欧阳凌雨能将那强大的金色巨剑破碎，不是他自身强大，而是他身上有厉害的至宝。这是我族的底蕴，你懂不懂？欧阳凌雨鄙夷地看了龙成宇一眼，只见掌心自乾坤带划过，竟出现一颗蕴藏刻写着雷霆符号的丹药。凌雨大哥，不必如此啊！见状，欧阳狂飞以及一众小辈纷纷开口劝阻。我是在为欧阳天族的荣耀而战，为了我族荣耀，区区禁药不算什么。欧阳凌雨话罢，嘴巴一张，将丹药丢入口中。刹那间，其周身雷霆铠甲更为磅礴，雷霆四散，霸道无比。他的战力比先前强大了数倍。姑娘！可就在此时，欧阳狂飞却向小鱼儿飞掠而去，因为他发现小鱼儿已是自半空坠落而下。不过他还没有靠近小鱼儿，一道身影率先一步将小鱼儿抱住，是龙木兮。此刻的小鱼儿极其虚弱，已没有再战之力。龙木兮满眼心疼，他知道先前还活蹦乱跳的小鱼儿会变成这样，都是为了楚风。攀登那恐怖的台阶是为楚风，身体越发虚弱也必然是因为楚风，就连答应与欧阳凌雨交手也是因为楚风。他心疼的同时很自责，如果可以，他也愿意为楚风做些事，只是奈何他能力不足。木兮姐姐，我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小鱼儿强挤出一抹笑容。此刻，欧阳狂飞以及龙成宇都来到了小鱼儿近前，他们都想做些什么，但似乎什么都做不了。疗伤的丹药，小鱼儿自己早就服下，现在根本不是宝物能够医治的情况。唉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打了？不是，你故意玩我呢吧？我这禁药刚吃啊。欧阳凌雨并不心疼小鱼儿，他只感觉一阵无言。禁药可是要遭受反噬的，不然欧阳狂飞他们为何阻止他吞服？轰隆隆！可就在此刻，虚空之上传来刺耳的轰鸣，紧接着那轰鸣越发强烈，似是无数猛兽在咆哮，但数量之多，自虚空各处传来，仿佛已将整个世界封锁。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遮蔽虚空滚滚翻腾的黑焰之中，竟有光芒闪烁，光芒越发耀眼，从虚变实，人们终于看清，那是雷霆。雷霆距离很远，可就连那恐怖的黑色雾气也阻挡不了他的身影。眨眼的功夫，整片天地都被雷霆点亮，汹涌的海水翻腾的诡异，仿佛是在恐惧的哀嚎。对于海水变化，众人并不诧异，尽管距离很远，可那隐隐浮现的9只雷霆巨兽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恐惧。莫说9只雷霆巨兽，随便一道雷霆落下，都足以毁灭世界。若那9只雷霆巨兽的威势真正显现，怕是浩瀚修武界都未必能够承受。不仅是太古沙海的海域上方，此刻站在黑色气焰范围之外的人们，头顶也都被9色雷霆覆盖。没有了黑色气焰的遮挡，他们所看到的9色雷霆更为惊人。好恐怖的雷霆，纵使那些强者也是怔怔不安，根本无法将这样的威势与意象联系到一起，因为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遭受了威胁。那是一种暴雨将至，蚂蚁无处可躲的无力感，生死已无法做主。欧阳天族所有人
也都在抬头观望，包括那位天神境的老者。大人，这是什么啊？纵使身为天族的高手，也不敢确定那是不是突破引来的异象。是神雷劫。老者道。神雷劫？真的有人能够引发如此可怕的神雷劫？他们仍感觉难以置信。想必是那楚风吧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当代修武者中真的出现如此可怕的妖孽。老者话罢，将目光投向太古沙海的方向。玉宗的一座宫殿内，即墨千舟正在处理事务。可忽然，一位玉将冲了进来。大人，太古沙海有异动。闻言，即墨千舟取出宝物，刹那间他势力范围超脱世界，跨越星空。可直接看到太古沙海的方向，只见原本与星空融合一体的漆黑之地，竟光芒璀璨，胜过明日。是突然出现了9只雷霆巨兽。那9只雷霆巨兽，每一只都堪比一片星域，将太古沙海彻底覆盖。9色雷霆，是太古沙海与天族有关吗？即墨千舟若有所思，会不会与楚风有关？那明玉将说道：集结人马，随我去太古沙海。即墨千舟下令道。与此同时，这一景象也正接连被浩瀚修武界各方势力所观测到。太古沙海，欧阳天族的宫殿内，龙墨川与龙墨笑这2位老者却是激动万分。是楚风突破了吧？这景象太惊人了，他们很是高兴。可龙木城却是脸色凝重，只怕这景象会暴露楚风在此之事，会引来楚风的仇敌。还有，也不知道这欧阳天族如何看待此事。他们会觉得楚风是能代表天族一脉的荣耀，还是觉得楚风是他们的威胁呢？恐怖的9色雷霆并未持续太久，因为很快便会集到一起，最终直奔太古海域的一个方位劈落而下。龙成宇等人能够见到那恐怖雷霆落下之际是怎样的景象。头顶黑雾散开，就连黑色的海水都随之沸腾。好在那力量没有伤害他们，可是身体就像是失去了掌控力一般，只感觉头皮发麻，汗毛竖起，冷战接连不断的席卷着他们全身。所有人，包括欧阳靖宇在内，此刻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，呆呆的望着那恐怖的雷霆落下后将楚风所覆盖。楚风，他真的承受得住这样的雷罚？欧阳狂飞低声自语。他们只是围观者，能够感受到的只是威势，但因此景象之人却是真真切切要承受那雷罚的冲击。抗得住，突破修为；抗不住，形神俱灭。就在他们瞩目之下，雷霆最终消散，沸腾的海水还未平息，头顶的气焰还未愈合，但一道身影已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是楚风。楚风身上散发着的乃是一品真神的气息，他突破了。但楚风的目光却看着小鱼儿，看着小鱼儿手握神兵长剑，虚弱的倒在龙木溪的怀中，又看到了那同样手握神兵大刀的欧阳凌宇。虽然先前刚刚专注突破，无法顾及外界之事，但他也猜得到发生了什么。但楚风还是看向欧阳凌宇，确定性的问了一句：是你伤的他？呵，对。难道你想为他报仇？那你敢与我一战吗？欧阳凌宇提起神兵大刀，指向高台之上的楚风，他内心窃喜，竟要以服，正愁浪费呢。现在终于有机会展现他的实力了。